第2回内容描述王孝廉的经历。他在梦中遭遇了2位神仙，醒来后发现自己醉倒在家中，妻子周娘子提醒他要注意品行。王孝廉对于梦中的2位神仙深感敬佩，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在3月初3再次遇到了这2位神仙，得到了启示，学习到了全真的道理，并被告知要前往山东度化7位真者。为了专心修道，王孝廉决定假装中风，以断绝外界的干扰。最终，他的朋友们请来了医生诊脉，发现他并无病症，暗示着他的计划并不如意，情节仍在发展中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7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了悟犹如夜得灯，无窗暗室忽光明。此身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时度此身。话说王孝廉抱着7朵莲花，一步下山，忽被葛藤将脚一绊，跌了一跤，猛然惊醒，万象皆空，却是一梦。睁眼看时，却在自己家中书房内卧着，见儿子秋郎站立在侧边。王孝廉咳了一声嗽，秋郎听见，喊道：“爹爹醒来了，爹爹醒来了。”这一声喊叫惊动了周娘子，忙来探问说：“相公酒醒来吗？”王孝廉曰：“好奇怪，好奇怪。”周娘子曰：“世皆出于自迷，有何奇怪？”王孝廉曰：“卑人明明送客出去，为何还在家中？”周娘子答曰：“官人太放荡了，你昨日送二盖出去，半日不归，找人探望几遍，渺无踪影，是我放心不下。央二叔王茂同玉娃前去寻你，于20余里之外，见你倒卧桥上，醺醺大醉，人事不省，雇车将你送回家来，睡了1日1夜，今才醒来。官人从今后当自尊重，酒要少饮，事要正为，来历不明之人休要交游。你今受了朝廷顶戴，乃乡人之所敬仰，若倒卧荒郊，成何体统？岂不自失威仪，而取笑于乡人也？”王孝廉喜而谢曰：“娘子要实之言，卑人敢不铭心刻骨。我想昨日那2个男友，定的是2位神仙。”周娘子说：“明明是2个乞丐，怎么说是2位神仙？”王孝廉曰：“听其言辞，观其动静，所以知其必仙也。”周娘子问道：“他讲了些什么言语，做了些什么事情？那一点像个神仙？”王孝廉遂将帮凑他资本，他如何推却。次日送他行步数步，就有20余里远。如何作歌，如何赠酒，与其上山摘莲、临行之言，从头一一对周娘子说了一遍。又曰：“我才饮他3杯，便醉了1日1夜，种种怪异，若非神仙，焉有此奇事？”周娘子言曰：“常听人讲，世间有等待人，有缩地之法，略一举步便在10里之外，1日可行1000里。又以迷药入酒中，带在身旁，见一孤商毒假，即取酒观之，饮酒一沾唇，便昏迷不醒。他却盗人银钱，剥人衣衫，到你醒来之时，无处寻觅。若不慎之于前，终必悔之于后也。”周娘子话毕，王孝廉自思，娘子终是女流，若与他分辨，定然说不清白，不如顺他意见了局此事，便随口答曰：“娘子之言是也，卑人谨当实之。”娘子退后，王孝廉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，思想经同吴新昌之言，翻来覆去，莫会其理。如此多日，忽然醒悟金虫2字合拢来是个中字，吴新昌作吴新昌，昌字无心，是个吕字。明明是中吕2仙前来渡我，我今无缘，当面错过。越想越像，不觉失声叹曰：“惜哉，惜哉！”猛又想起临别之言，会期远不远，只有2个3，仍从离处遇，桥边2万元。不远者，必主于近也。2个3，比3月3也。离处遇，欲之来处，必于去处寻之。2万元者，言万法皆归之意。想到此，不觉心生欢喜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瞬息之间，
残冬已尽，新春又来。一年气象一年新，万会睁眼又一春。少小儿童皆长大，看看又是白头人。且说王孝廉过了新年，一转眼就是3月。到了初3日，私自离了家，还由旧路而至桥前，等候多时，不见到来。莫想形象，心甚诚切，站立桥头，东张西望，忽闻背后有人呼曰：“孝廉公来何早也？”王孝廉回头一看，正是去年那2位男友，忙上前拉着秀袄说：“2位大仙一去，可不想煞弟子。”吴新昌同金童到桥头坐下，王孝廉双膝跪在面前说：“弟子王吉肉眼凡胎，不识上仙下降，多有亵渎，妄起舍友。今日种笃先言，真乃3生有幸，愿求指示迷途，使登绝路。弟子感恩不浅。”说罢，只是叩头。只见2人呵呵大笑，口内金光流露，灿人眼目。俯仰之间，2人改变形容。左边一人头崴双髻，身披长衣，面颊重枣，目似朗星，一部长须垂于胸前，几片鹅毛扇在手中。右边一人头戴9两金，身穿黄道袍，面如满月，眼光摄人，剑笔一口，果是钟离老祖与吕祖纯阳。王孝廉跪拜，低头不敢仰视。吕祖曰：“上古人心朴实，风俗良纯。受道者先授以法术未深，而后传以玄功成真。今时世道交离，人心不古，若先授以法术，必反误其身。故先传以玄功，不假法术而身自安，不用变化而道自成。道成万法皆通，不求法术而法术自得也。”即说全真妙理曰：“所谓全真者，纯真不假之意也。人谁无真心，一转便飞了；人谁无真意，一杂便亡了；人话无真情，一偏便差了。初心为真，变幻即为假心；使意为真，计较即为假意；至情为真，乖类即为假惰。所谓初心者，即固有之心也；所谓始意者，即正照之意也；所谓至情者，即本性之情也。心中有真意真情，情中方见真心真意，由真心发而为真意，由真意发而为真情。事情即自然景象，无实非天机之成路。然则人何不真哉？若不真心，即无真意；无真意，即无真情。常见修道之事，动则思念迭起，念之思即心不真处；静则欲念相寻，念在欲即心不真处。思欲不绝，发或全无真意，或半真半假，即半真半假之际，正天人相成之时，是意也，情所不能言也。验真道先验真情，验真情即可知心真与未真，知意真与未真。故修真之道，必以意始，意诚心意诚，即心所发之情意诚矣。诚思真也。诚若不真，见之于言，则言不由衷，非真言也；见之于行，则行不率性，非真行也。修之者，修去心外之心，意外之意，情外之情。当于举念发言时，提起天良，放下人心，不许一二其心，混杂其意，方为真心真意真情，一毫不假，是真道。真道变形，故为之全真也。吕祖将全真之理说与王孝廉毕，又授以炼己竹机、安炉立鼎、采药还丹火候，抽天一切功夫。王孝廉再拜受教。吕祖又曰：“汝成道之后，速往山东，以度七真。七真者，乃囊悉所言7朵金莲之主者也。”吕祖叮咛已毕，即与钟老祖将身一纵，遍地金光，疏忽不见。王孝廉望空拜谢，拜毕，犹瞻仰空中，莫想先容。只见王茂同玉娃是来说：“我们奉良子之命，前来找寻家爷，因疑在此，今果得遇，遂请归家免悬望。”孝廉乃缓缓而行，一路默记吕祖所传之道。归得家来，不入内室，进到书室坐下。周娘子听说丈夫归家，即来看问，见孝廉不言不语，若有所思的样儿，
娘子看罢，即劝丈夫曰：“官人屡次亲身出外，常使妾身担忧，只恐有殿品行，取笑于乡人。官人屡不听劝，如何是好？”王孝廉正默想玄宫，连周娘子进来，他都不晓得，那里听他说甚话来。只是最后猛听见周娘子说：“如何是好？”他也摸不着头脑，随口答曰：“怎么如何是好，如何是不好？”娘子见他言语说不上理路，遂不再言。王孝廉心中自忖：这般扰人，焉能做得成功，悟得了道？若不设个法儿，断绝尘缘，终身不能解脱。低头想了一回，想出一条路来，除非假装中风不语，不能绝这些牵缠。想罢，即做成那痴呆的样儿，见有人来，故作呻吟之状，又不归内室去，就在书屋凉床上卧下。周娘子睹此情形，忧心不暇，一日几遍来问，只见他日内唧唧哝哝，说话不明，深深唤唤，摆头不已。周娘子无可奈何，即使玉娃去请几位与他平日之交的人来陪他闲谈，看是什么缘故。这几位朋友都是王孝廉素所敬爱，一请便来，当下进得书屋，齐声问曰：“孝廉公可好吗？”王孝廉将头摇了几摇，把手摆了几摆，口里哩啦啦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叹气。几位朋友见他说不出话，一味呻吟，如是有病却不知害的傻病。有个年长的人说：“我观孝廉公像是中风不语的毛病，不知是与不是。我们村东头有个张海清先生，是位名医，可找人去请他来诊一诊脉，便知端的。”周娘子在门外听得此言，即命玉娃去请先生。不一时，将先生请到，众友人一齐站起身来，让先生入内坐下，将孝廉形状情由对他说明。张海清即来与王孝廉看脉，两手诊毕，并无病脉，只得依着众人口风说，果然是个中风不语的病症，只要多吃几副药，包管痊愈。说罢，即提笔写了几味药料，不知医得好医不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职员武学原无病，非是先生医不敏。